就是说，我郭子健现在是整个演习最大的笑话。左代旅长，吴东顺的事儿，完全是我一人，一意孤行，与任何人无关。要转要撤，不管是什么处分，我都接受。 杨参谋，郭营长你好，今天你们一营的复盘讲评已经全部都结束了。哦，你的演习总结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是你们那个教导员拿给我看的。还有，昨天我去了趟医院，吴东顺已经出院了。 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好，你放心。我知道。还有，战区正在对新制作战力量的相关课题进行调研和探讨。杨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没事啊。你休假挺好的吧？挺好的。啊，那就好，那再见。 进来。说，人还在外边跑呢，都3个多小时了。旅长，杨茂林他就是个骡子脾气，你才是骡子。我告诉你啊，杨茂林可是我的宝贝疙瘩。 那还让他跑吗？跑什么跑啊？没看见下雨吗？让他赶紧回去睡觉。是。等等，把人给我看好了。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我饶不了你。是。我也不知道这小子是怎么想的，怎么就非要去396旅？行了，这事儿就算翻篇了。我告诉你，杨茂林可是有情有义的兵。 绝对不允许打击报复，明白吗？是。俺知道。 你现在是404旅的绝对骨干，也知道龙远山对你是重点培养，但俺就是有这点私心，也许你瞧不上俺们一样，但是俺可以自豪地跟你说，让你们黑曼巴险些翻了跟头，俺们已经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 现在，俺站不了岗了。俺想来想去，只有你过来，俺才能走得放心，走得开心。院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但给我一点时间。你放心。 不管成与不成，
班长都谢谢你。报告首长，我有事情要向您汇报。啊，他是404旅的杨茂林，全军大比武的冠军得主，罗远山的兵。说吧，为什么要调到396旅一营？我让一营失去了一位侦察班长，所以还他们一个侦察班长。口气不小。你不怕他们不接纳你啊？不怕，我有信心克服一切困难。行，我知道了，你回去吧。那首长，您是同意了吗？我知道我来找您不合适，处分我也行。我这个人嘴笨，不太会说话，可我真的希望首长能考虑我的请求，这也是我的老班长离开部队之前最后的心愿。首长，您决定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杨茂林表面上看着像一个闷葫芦，但他身上那股倔强的劲儿啊，跟郭子健倒像是同款的。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别绕来绕去的，说。我是这么想啊，咱们现在不是在探讨新制作战力量的合成使用吗？这装备可以合成，人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合一下，让杨茂林去补齐红一营的短板？行啊，许灵军，你可真是进步了。言之有理，新制作战力量的合成使用，牵扯到兵种、军种，非常琐碎。你好好做个调研。如果可行的话，咱们就搞他一家伙。是。首长，这404旅出了一个叛徒，那龙远山肺不得气炸了呀！瞧你那幸灾乐祸的样子，真看不上。我忍不住啊！你小子能耐了，我就不明白了，我龙远山哪儿亏待你了啊？旅长，您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可是旅长，我还是要去396旅一营。你迟早死了这条心。杨茂林，我告诉你，就算梁副军长亲自到这儿来要人，我也绝对不放。杨茂林，你还没完了是不是？你要是精力过剩就训练去。请旅长批准我的申请。想走，打赢了我再说。来呀，怂了！来，拍手啊！起来呀！
为什么不还手？还手！邓队长，这是我欠你的。臭小子！要走了。下午的火车。说话不算话，你连我毕业典礼都没参加就要走了。你别跟着捣乱。东西都收拾好了，收拾好了，做好思想准备了吗？做好了。你放心吧，吴东升的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等新的智能移植下线，他会成为第一批临床试验者。如果他还有其他的需要，我们公司会全力以赴的，不会让他有后顾之忧。谢谢。吃了饭就走了？不吃了，轿子声晚上到。好，军人就应该这样。爸，再见。你听他叫你什么了？他叫我爸。哦，子健怎么走了？这孩子特意给你做了碗面，自己什么都没吃就走了。吃饭吧。时常对着月空眺望，熟悉歌谣在耳边悠扬，像歌一样把岁月还给你听，像歌一样把结束留给信仰。时常对着月空眺望，熟悉歌谣在耳边悠扬。我想，真就这么让他走了？不送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是铁了心要走的，拦是拦不住的。有什么好送的？没错，一个愣头兵跟他较什么劲？
我是跟他较劲吗？我是心疼。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人才，愣是让人给撬走了。真是梁副军长签的字吗？不，他这要干什么呀？这不是拿我们开玩笑吗？这小子瞎讲一气，首长他犯糊涂，糊涂。我告诉你，首长可不是糊涂，他精明着呢。调走杨茂林，没准他是要下一盘大棋。就凭一个侦察班长，未必就一个侦察班长。行了，不说杨茂林的事了，一会儿帮我去趟火车站。去火车站接人。他们挖走我一个宝贝疙瘩，我得让他们还我一座金山银山。要不说老楼还得是你，我马上安排。几点到站？发你手机上。是。3期士官杨茂林向首长报道。欢迎加入396旅。坐。是。怎么样？手续都办好了吗？报告首长，还没有。什么原因啊？我来帮你想办法。我申请去一营。看来你这是对给你安排的工作不满意啊。报告首长，我来396旅是受我的老班长吴东胜所托，还一营一个兵王。很自信嘛。好，作为军人啊，应当有这份自信。既然是兵王，那就证明给我们看了，看你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能胜任兵王这个称号。可是，哦，对了，梁副军长还有一句话：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安排，可以随时调回404。我服从组织安排。报告去了。是。首长好。报告。又要汇报什么思想工作？报告，没有任何思想工作要汇报。自从这郭子健去休假，你是隔3差5的找我汇报工作呀？啊？没有工作要汇报。没有。哎呦，这倒是和往常不一样了啊。那你来干什么？傻笑什么呢？听说郭营长要归队了，是吗？各位，我们一营所有官兵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他要提前归队，你是不是跟他透露什么了？政委，那你真的太冤枉我了。关于他的处理意见，我已经跟你问了多少回了，直到现在您才告诉我。我要是想透露点什么，我也没有那时间透露，是吧？少来吧你！坐。哎。其实对他的处理意见早就出来了，就是想看看他能不能过得去自己这一关。否则，即便是领导们想要保护他，他自己颓了萌生去意，哼，那就没什么意义了。你说对不对？对。政委，那按您说的意思，他这一关就过了吧？过关啊？呵呵，早着呢，这才是第一关。政委，既然郭营长对自己的问题已经有了深刻的反思，而且又主动提出提前归队，那对于他的处理，
是不是可以考虑从轻处理啊？小桑啊，你要知道，认识和行动之间还隔着10万8千里呢。至于给他的这个处理意见是吕党委决定的，不是儿戏，说改就改，说撤就撤。亏你还是个党委书记。再说了，部队组织这么大的演习，出现人员受伤甚至伤亡的情况均属正常，组织上也不会对吴东胜不管不问，你说是不是？就是这个郭子健啊，一直是耿耿于怀哎呦喂，甚至是有些乱了心智啊，竟大闯吕党委会议。我一个劲儿的给他使眼色，让他赶快离开，他就是杵在这儿愣是不动。你说他多轴啊，弄得这些常委啊说我是护犊子。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正说明了他的心智不成熟，更需要在工作当中磨练自己。还有你，出现这种情况，你这个党委书记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你的思想工作没做到位。政委，您说的这些话都太对了，每一句话都是为了郭子健好。我觉得您不是护犊子，您是爱兵如子。但是，我觉得您的心里面比谁都清楚，郭子健最心疼的是我们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胜。从郭营长来我们营那天起，他对我们一营每一位官兵倾注了太多的心血。我们一营的变化，大家是有目共睹，这种情感太深了。这我都明白，这也是大家给他一次机会的原因。至于侦察班长，刚才出去那个人，你认识吗？看着眼熟，但叫不出名字来。404旅侦察营特战班长杨茂林。哦，他来咱们这儿干什么呀？这小子给梁副军长写了封血书，要接替吴东胜到一营来当侦察班班长。还写了血书。政委，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种把戏？他这也不是要挟咱们领导的吗？梁副军长应该不会答应吧？答应了。那他要真来了我们一营，林业虎这帮人肯定把他吃了，到时候我思想工作我怎么做啊？你急什么急？梁副军长只答应了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来咱们396旅，但暂时不到一营。哦，还是首长们想的周到。那他去哪儿呢？行了行了行了，别再给我演了你，装什么装啊你？既然不到一营啊，剩下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啊？那我给你加点热的。政委，关于郭子健的处理上，我个人觉得响鼓不用重锤枪，少跟我嬉皮笑脸，给你加点热的。郭营长，易参谋长，不愧是特种侦察兵出身，奖评大会只有那么一面之缘，没想到你还能记得。主要是参谋长歌唱得好。说到就，老红故意的，最爱干这种事儿。走，带你见个人，我还能把你卖了。这就是我们的核心指挥系统所在地，怎么样？董旅长，您带我看了这么多宝贝，到底什么意思？我把我的家底儿都亮给你了，你说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可是要滚蛋的人了。根据现在的政策，也走不了，因为你提出转移的理由不够特殊。据可靠消息，如果你继续留在396旅的话，会很坎坷，甚至会影响你的前途。所以我真诚的希望你能够到我们404旅来，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打造一支全军一流的蓝军旅。为什么选我？黄土岭一役，虽然你们的打击最后被判定无效，但是你敏锐地捕捉到了我设下的迷局，并且准确地判断出我指挥所的位置，这就足以证明你的实力。可最后，我还是上了你的当。关营长，能打败我龙远山的人不多，你败给我，不丢人。怎么样？考虑一下。信息量有些大，一时消化不了。有什么好消化的？我们404旅讲究的就是快意恩仇，杀伐决断。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确实很令人向往。只要你决定了，所有相关手续我来办理。龙旅长，能够得到您的认可，我很感激。这个兵我当得值了。但我郭子健，不是一个遇到困难就绕道走的人。可能396旅等着我的是最严厉的处分，也可能把我一撸到底。但我认为，在哪里跌倒，就应该在哪儿爬起，否则当逃兵，我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你能这么想，我龙远山敬你是条汉子，也证明我龙远山没有看错人。但是有一句话，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郭子健有个态度，我龙远山随时恭候。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跟龙旅长痛痛快快地打一场，到时候谁胜谁负就不一定了。哈哈哈哈哈！一言为定，我等着。这不是龙远山的车牌吗？就知道你会挽回，你咋这么晚才回来呢？人家李松伟、林虎他们一直等你到吹熄灯号，我撵他们回去睡觉去了，他们不肯走，我骗他们说你明天才回来，他们才肯走的。你等我呢？我为什么要等你？一个大老爷们等你，我有病啊！哎，给我，走去你屋，赶快洗把脸。这么干净啊！你走了以后呢？本来我想每天来给你打扫打扫，但是没想到，每天一进到这屋子里面，就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了。你的事儿有结果了？说吧，什么结果？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只要不脱这身军装，什么我都忍。吕党委决定撤销你的营长职务，让你去教导队担任军事教员。什么时候报道？去人力资源科办个手续，应该就可以随时去报道。一营怎么办？在没有新的营长来之前，先由副营长顶着，林虎担任侦察班代理班长。好，这样我也放心。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们为我的事儿
没少操心。谢了。谢啥呀？回趟家，跟我还客套上了。本来嘛。那你洗先睡了啊。对你的处理意见都知道了。哎，有什么不满赶紧说呀，有什么情绪就赶紧发，别傻站在这儿。我还要开会，啊。报告政委，我觉得处理轻了。哼哼，还算是有自知之明啊！啊，的确是轻了。照我的意见，就应该把你一撸到底，当个排长，重新开始。政委说的对，我没意见。但是组织上，在对待干部个人进退时，不仅有雷霆手段，还有菩萨心肠。我给你透个实底啊，工作组在一营听取对你的处理意见时，每一个官兵啊，都在为你开脱。尤其是李松伟那个臭小子啊，最过分，甚至觉得像你这样的干部还应该得到重用。所以啊，这次鉴于你在一营率领官兵们在训练场上优异的表现，鉴于你在演习中一心想打赢的追求，更鉴于你在一营官兵中的威信，综合衡量，组织决定对你网开一面。虽然撤销了你营长的职务，但你正营职的级别没降。谢谢政委。哎呀，谢我干什么？要不是索建安同志发扬风格，对你这个愣头青啊不再追究，结果到底怎么样，还真不好说呢。索副旅长啊，政委，我都明白了。你明白个啥？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的这个处分就留在档案里了，将永远的保存下去，就是你的子孙后代都无法消除。我懂。哟，这回家一趟，进步挺大呀！啊，知道掐着尾巴做人了。政委，我都这样了，您就别笑话我了。你小子，待会见到索副旅长，知道该怎么做吧？知道。去吧。是。原则上我没什么意见啊，有几个小的地方我修改一下，回头传给你。好嘞，感谢啊。哎呀，这还不是小问题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事准则，你的很多事儿啊，我也是当事人，也不好说什么。索副旅长，错了就是错了，我向您道歉。道歉倒不必了，你对不起的不是我个人，对错自有军规党纪来裁定。再说了，组织上都已经有定论了，我没意见。这的确是我的问题，我不够成熟，您就狠狠地批评我一顿吧。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行了行了，我这正忙着呢啊，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是。教导员啊，郭营长是挨处分走的，你这么大张旗鼓的送行，这明摆着给领导们上眼药啊！人家会不会说咱缺乏大局观呀？是，营长是受了处分才走的，但是我们的营长给我们一营带来的变化是有目共睹、功不可没，所以我们必须要给我们的营长送行。如果这样的话，是给领导上眼药，是没有大局观，我也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同志们，我们的营长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我希望大家可以用最热烈的掌声欢送他。当然，所有人不可以给我丧着脸，更不可以给我掉眼泪，更不可以给我们的营长心里面添堵，听明白了吗？是。报告。教导员，营长来了。怎么了，营长？自己的兵都有点不熟悉了。老桑，这不是授人以口实吗？你不管。今天所有一切听我安排。同志们，我们的营长此时此刻就要离开我们一营了，去教导队任职。我希望我们可以用最热烈的掌声，预祝我们的营长再创佳绩，马到功成。鼓掌！将梦想都放进我心，你并不有趣，想着此刻心中的天空，又再次想起被雨洗扔去白的知己，远方和故乡，繁华与孤寂都一览无余。一年一岁一朝又一夕，愿追赶之后相识与相遇，无法触及却不忍舍弃，化作漫长的期许。一点一滴，一次又一句，愿人还能相知也相惜。昨日已去，而明日再续，你说是否可以？交战！敬礼！一山一水一城又一里，愿风雨之后相伴亦相聚，无需刻意
却不能忘记，化作漫长的寻觅。一草一木一我又一你，愿时光能相忘也相依。多少陌生与多少熟悉，你说都会铭记。多少陌生与多少熟悉，你说都会铭记。这不是不可一世的郭营长吗？不带这么落井下石的。怎么会呢？我这刚好路过，看到你了。哎呀，提了不少东西啊。到底想说什么呀？我能说什么？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英雄末路啊！我怎么觉得是绝处逢生呢？营长，咱还走吗？走哪儿去？回去吧。您该不会是专门来为一营长送行的吧？是啊，他这一走还真有点舍不得，少了一个好对手啊。坐下说。王队长，我现在就是你教导队的兵了，有什么工作直接安排吧。郭营长，你太客气了。已经不是营长了，叫我小郭就行。嗨，老郭，我这眼巴前呢，还真有一个难题。您说。这不是为了要落实集团军步兵特战化的要求吗？旅里边就特意组织了一期侦察专业的技术骨干来这儿集训，基本上都是新兵，以新技能和电子信息化为主。其实啊，等他们回到各营之后，还得由老兵来带，所以就是个普及和铺垫。王队长，别怪我多嘴。既然专门组织了骨干集训，就要达到集训的目的，否则很难达到集团军的需求。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集团军特意为这次集训定了个标准，集训结束之后呢，还要抽点考核，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给我调配师资力量。我现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吧，需要我做什么？你做什么我都不管，只要能通过上级的考核。当然，如果能拿个名次回来，那最好。行，我试试。就别试了。这样，这个集训队以后就交给你全权领导。你放心，我们队领导绝对不会干涉。当然，我们也不会让你孤军奋战，给你配了个助手。杨茂林，到。从今天开始，你的一切工作都由郭营长，郭队长负责。郭队长，怎么，没听清楚吗？从现在开始，郭子健同志就是我们396旅教导队特战集训队队长。明白。今后我的一切工作全部听从郭队长安排。老郭，你们先认识认识，一会儿材料我让人给你送过去。我有事儿先出去一下。好。郭队长，我的工作怎么安排？再说吧。
郭子健这次倒是挺老实的，主动背上背囊到教导队报道了。都年轻过。哎呀，但愿这次啊，他能够冷静下来，认真反思，长好记性啊，重塑自我。年轻，我说政委啊，别把他个性上的问题普遍化了，不利于他成长。我说你怎么还抠起字眼来了啊？反正我就觉得他吧，就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就教导队那片深山老林，他去揭谁的瓦？您别忘了，杨茂林在那儿呢。他为了吴东胜能大闹党委会，见着杨茂林，我怕捅出什么篓子来啊。那他就是3天不奏，浑身难受。如果郭子健这个心结到现在还打不开，这点高度啊迈不过去，就别怪咱们隔着门缝看他了。我就让他回步兵学院接瓦去。没有，政委，别把话说太满了。这就是咱这期学员的所有个人资料。东方晴天，无人机。无人机的指挥与操作主要靠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来操作。虽然没有驾驶舱，但留有的空间却安装有自动驾驶仪、程序控制装置等系统。无人机在天上飞行，那么怎么让这些风筝不断线呢？其实人们可以通过地面、舰艇、母机遥控站人员，包括雷达等设备，对其进行跟踪。你站在我门口干什么？听队长安排我工作。你叫什么来着？杨茂林。哦，你不是应该在404旅吗？我答应了吴班长，接任他当一营侦察班班长。那你应该去一营，来教导队干什么？服从组织安排。服从组织安排？我怎么听说你给梁副军长写了血书啊？我答应吴班长了。吴班长就能决定你当班长？我会努力的。你努力个啥？现在看，你离侦察班长的位置还很远。我会努力的。你怎么努力？怎么努力？上别的地方待着去，别找我门口。秦队长安排我工作。你要是实在闲得没事儿，就去教导队后面的山林去勘察地形。是。注意安全。是。木头。你干什么？东方晴天，我刚才讲了什么？您刚才说是无人机，然后呢？然后像风筝一样，有根线在地面牵着它，要不然容易丢。行啊，推理的不错。那你说一下，该怎么让我们的风筝不断线呢？通过地面、舰艇、母机遥控站人员以及雷达等设备，对无人机进行跟踪、定位、遥控、遥测和数字传输。
无人机的使用范畴有哪些？军事用有空中侦察、监视、通信、反潜及电子干扰。近年来，无人机在军事作战上取得不断的拓展，比如别扯那么远。我问你，无人机的管控怎么区分？报告校园，您的问题不够精确。无人机管控分为自我管控、良性管控、恶性管控。时间关系，我只谈谈无人机的反制手段及技术分类。概率来讲，一是无线电干扰，二是网捕技术，三是硬毁伤技术，四是激光打击技术，五是高能。王景天，你以为你把教材背熟了，你就真正掌握无人机技术了？报告教员，我不用背教材。如果说操作的话，不知道您说的哪一款，是大型无人机，还是小型无人机，或是微型？东方晴天，你牛啊！我看这无人机的课，干脆你来上吧。郭队长，你新官上任，我不应该给你添这个堵。可是这个课，我真是没法上了。谁有本事谁上。我上这么多课，从来没遇到过今天这种情况，简直无组织无纪律，太目中无人了。邵教员，你先冷静一下。这波学员太难带了，我还是回连队当我的排长吧。你要是回原单位，这鉴定报告怎么写啊？所以你先别着急，我会帮你处理好的啊。谢谢郭队长。报经上级批准，今天组织2场对抗。东方晴天到。就你啊，报告队长。是。既然上课睡觉不好好听课，那说明你对自己的无人机操作很自信嘛？敢不敢跟邵教员比一比？报好吧，队长。会尴尬。少废话。今天就比较简单的，1对1空对抗，大家想不想看？有。队长，我赢了。谁说你赢了？我是让你跟邵教员比一比，没说就比这一场。集合，转场。是。第2项越野驾驶，东方晴天，你们连队说你这个科目成绩优秀，比一比。怎么，不敢啊？
方晴天。邵教员是3营的尖兵排长，对各种步战车、装甲车、侦察车，大到性能，小到一颗螺丝钉，他都非常了解，而且可以操控自如。我知道你们这次能被选拔出来参加特战队的集训，肯定都是各营各连新兵中的佼佼者，甚至有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天赋和能力，但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我相信，在集训队，只要你们肯虚心的学，玩命的练，一定可以收获更多的东西。队长，我错了。邵教官，对不起，以后我一定得正态度。不需要你的道歉，但需要你完成一个任务。队长，你说，从今天开始，无人机的课程就交给你了。啊，周教员，以后各种车辆的课程就交给你了。这群新兵蛋们要是不好好听话，你就给我狠狠的虐。到结业的时候，希望他们都能够达到最高标准。走。队长，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了。你不生气了？哎呀，说实话，刚开始让我跟他比无人机的时候，我特别气。不过后来，我明白了你的用意，服了。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作为教员，在课堂上被学员挑战，很没面子嘛。但是这个东方晴天，他是无人机的狂热爱好者，在这个领域，别说是你，就是整个教导队都没人比得过他，包括我在内。我想通了，想通了就好。给，这是一套军事教学的教材，里面文本、视频都有，学科很全，你应该需要。队长，我作为教员，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足，要多储备知识，这样学生才会服你。赌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郭队长，谢谢。不客气，好好学，等着你上课呢。好。进来。队长，还有半个小时就熄灯了，这个杨茂林他还没回来，他去哪儿了？坏了，他不会还在山里吧？走。你说这个郭子健，才来队里边几天，屁股还没捂热就给我上了2管眼药。这山神灵秘的，这杨茂林要是真有什么意外，队长，你也别太担心。这杨茂林是特战老兵，有着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而且虽说是山林，那也是咱们内部营区，说不定路不熟，在哪儿迷路了。这士兵监控都查了2遍了，连个影儿都看不着。我听说，这老郭对杨茂林态度很冷，而且中间还夹杂着吴东胜，你说会不会？瞎想什么呢？哎呀，这个老郭呀，真是。那这个情况，咱们上报不上报？熄灯之前，
如果还没有消息，必须报。参考2号机。4号。报告，杨茂林回来了。走。报告，杨茂林奉命勘察地形，已完成相思崖以南主要目标点勘察任务，请指示。什么意思？给我上眼药，还是演戏给我看？我没有眼药，也不会演戏。时间卡这么准，还说不会演戏？我的任务本身就是卡着熄灯这个时间点进行的。这么问我的工作，乐了吧？报告队长，我出发之前就带足了48小时的干粮。归队，是。你这又要干嘛去啊？报告，勘察任务尚未全部完成，今天的目标是相思崖以北的主要目标点。不用去了。报告队长，任务不能半途而废。天黑之前必须回来。是。政委，政委，喜事儿啊，大喜事儿！什么大喜事儿？把你兴奋成这样，嗓子别喊哑了。集团军参谋部转发了营长的演习反思，还加了很长一段的暗语啊！你看，漂亮，漂亮。咋了？这么好好放的，现在才来这东西，还管啥用啊？报告，营长。集团军参谋部转发了郭营长的演习反思，要求各单位连级以上主官都要认真学习。这郭子健不是去教导队当教员了吗？搞这么一出，什么意思啊？你说，这会不会是一个信号啊？时机不对，如果是信号，不应这个时候发。也对。那估计可能这就是一份单纯的学习文件吧。邪了门了！郭子健都被贬去教导队了，怎么还能搞出这么大动静来？报告，进来。说。地形勘察完毕，教导队内部可控用地89平方公里，各类工事设施78处，训练监控点25处，其方位、坐标、名称、用处都已掌握。教导队有内部地图，地图是死的。
这么说你是活的？说说，你怎么个活法？反正就是不一样。行了，出去吧。怎么？还要我请你喝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向您汇报。说，训练场背后的云峰山脉，密林覆盖，奇峰迭出，目前还没被旅游开发，训练潜力很大。这项工作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队长指派我单独完成。就是说，教导队辖区内的所有地形地貌，你都摸透了？是，包括夜间？包括夜间。我能相信你吗？能。好，你回去制定一个特战小组的选拔训练计划，做好交给我。有问题吗？没有。出去吧。是。枪一看，停！向前站，上去！队长同志，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老西，是。上去！讲一下，8分钟。要照这个速度，敌人摸到你门口，你还在提裤子呢。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我的淘汰成绩单上会不断有人出局。如果有人想认怂，最好现在就站出来走人，免得以后给特战队丢人。我知道，你们有人会认为自己是学技术的，是技术侦察兵。那我想问一问在场的各位，有没有人愿意在战场上当俘虏？没有。我听不到。没有。好，既然都不愿意，那后面的野战训练就都别给我哭鼻子、抹眼泪、丢人现眼。你们现在有30个人，
经过第1阶段的野战训练，只有12个人有机会可以参加额外的野战特殊训练，成为尖子中的尖子。现在，给你们5分钟，准备好后面野战训练所有物资。解散。最近的训练，由于考虑到安全因素，只有步兵训练50%的强度，比标准的步兵特战化训练还相差108000里。所以通过训练考核的，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厉害。我说过，只有12个人有机会可以参加额外的野战特殊训练，没选上的人，不是你们不够优秀，而是我要的特战队员必须是比优秀更优秀的队员。但是这12个人也别高兴得太早，因为在此后的训练中，我的目标是1半，甚至更少。下面由杨班长宣布12人名单。牛全福，没想到他们还像模像样的，这说不定啊，真能让他搞出点名堂。马哲正，到；董文博，到。我给了你3天时间，让你好好研究下训练计划，你就给我这么一份东西。如果按照规范的系统化训练评判标准来衡量，你这个东西入门级都算不上。我这是我什么我？我知道你的综合素质很好，说是万里挑一也不为过，但是你的主观能动力、你的作战创意还远远不够。如果你满足于此，杨茂林，我告诉你，等待你的不会是成为下一代兵王，而是被取代、被淘汰。看到那些新兵了吗？看到了。在某些新的领域，我确实不如他们，但是我可以学，请队长给我机会。好，有这个意识，还算有救。把这些拿回去，给我吃透了。是。是不是觉得我太不近人情，在故意针对你？没有。知道这些资料的上一任主人是谁吗？不知道。是你的老班长吴东胜。
他在部队的时候，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和自我提高，也从来不是一个只会靠拳头、埋头硬干的侦察班长。他离开部队的时候特意嘱托我，如果你来了396旅，就把这些资料转交给你，但是我也要判断你到底配不配拥有他的信任。杨茂林，你过关了。吴班长说了，即便他不再是396旅一营的兵王，但他依然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是，我也会继续班长的理想。你错了，如果只是因为愧疚，你大可不必。你也没有必要为了别人而活。没有，我的理想跟班长的理想是一致的。我选择到396旅，到一营，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那你现在去不了一营了，后悔吗？不后悔，因为我觉得早晚有一天，我会……不对，是我们都会回到一营。好，队长，我们接下来的野战训练怎么办？杨茂林，到。这是训练计划，于今晚开始带齐所有装备。是。队长，咱们不是说在关霞岭南侧训练吗？怎么跑山顶上来了？难不成今晚在这扎营？要真是在战时，敌人的行动计划发生改变，我们还要按原计划进行吗？还有，扎营今晚就别想了。又是不能睡了一个晚上喽。队长，有情况，关霞岭北侧发现有部队活动。同志们，这次404旅的跨区演习，本来和我们396旅是没有关联的，但是集团军的意思是，想趁此机会给404旅提供一次战前练刀的机会，同时，也让我们这些不参加演习的部队可以练练兵。所以临时通知，要在404旅途经的几条线路上安排1、2次规模有3个营组成的中小型的对抗。我们396旅就是其中之一。那我们教导队的具体任务是什么？我们教导队的后面关霞岭北侧50公里范围，就是这次对抗的演习区域。由于集团军下到旅里的通知中没有明确具体的时间和作战细节，所以旅首长要求我们做好一切战备准备，协调部分人员，配合上级完成任务。现在1营和2营的车队马上就要进场了，大家赶紧准备吧。哎，郭子健怎么没来？他跟我汇报过，他带着小分队外出训练了，要不要把他叫回来？训练的位置在哪儿？关霞岭南侧，不在演习范围内。那没事，别打扰他们，让他们继续训练吧。行，走。你确定看到的是灵狐？是，他们应该是在前处侦察。另外，别跟挤牙膏似的，有什么赶紧说。我回来的途中，还发现了404旅侦察人员的踪迹。摸得够清楚的呀。看来我们396旅又要跟404旅打一仗。